夫妻管钱大对决，即便喷出火药味。同一个款式要买个5、6件。开录前才在说，我最近买了2件裤子，好好看，他们2个长得一样，但是我买2件。加波裤耍互鬼，你们有没有互鬼？没有互鬼，没有，完全没有互鬼。谁完全没有加入辩论，因为他都有听老婆的话。男人想要财富自由，金钱流向却不敢承认。我是不管我老公钱的，你要金钱自由你就自由，但是我老公就会告诉我说，我今天请他吃一顿饭，他前后帮助比你们帮助的失学少女还要多。可是每当我们现在到底谁帮助失学少女？欢迎收看《女王大人》。王你好。把小玉敬业一点，哎呦。我也不想嘛，还不是我那个堂妹巴蕊。巴蕊。对，昨天晚上她打电话跟我抱怨她老公，一聊就聊到凌晨快3点呢。3点？对啊，害我根本没睡饱。什么事可以抱怨这么久？大概？哦，他们就吵家里的钱。要谁来管嘛？他们2个吵着吵着，居然吵到快要离婚呢！啊！我真的不懂这有什么好吵的？哎，钱当然就是要给女生管啊，男人爱面子就乱花钱，家里的钱怎么能让男人管呢？你们女生就不爱乱花钱吗？哦，心情不好就说，哎呦，心情好低落，买个包疗愈一下好了。哦，心情好就说，哇，今天这么开心，来买个包庆祝一下了。包包的世界你们男人不懂，我跟你讲，买包可以自己背。以后还可以卖出去，而且我们女生天生就比男生细腻一点。哦，你们男生就是粗枝大叶。哦，粗枝大叶，花钱大手大脚。大手大脚。哎，要是让你们男生管钱，什么时候要付房贷，什么时候要缴保费，通通是1问3不知啊。而且您的立场，我觉得你非常偏颇。我偏颇？你太妖魔化我们男生了。我妖魔化你们？既然好，没关系，很明显的，我们今天大家立场不太一样。哎呦，我们就来拼出个输赢。来。我们来一场夫妻谁该管钱辩论大会。好，欢迎一下我们这边的男生代表。好，不得了，都是一时之选呐。好，欢迎小贺、严咏婷、马里奥，欢迎3位。欢迎，再来欢迎我们的女生管钱派罗丽塔依依、刘雨柔。好，欢迎我们的3位女王团代表。小胖赢、飞迅还有九九。好。来，我们今天呢，根据2024年的这个《天下》杂志，它竟然针对了这双薪家庭，哎呦，双薪家庭，他们调查出什么呢？调查什么？有58%的男性认为自己比较懂投资，快60%哦。but 什么？同一份的调查哦。有高达72%的女性认为，男人一领到薪水就乱花，还不如交给女生来规划最保险。那是，但是 but 同一份调查里面还显示，这份调查显示很多事情哦。这份调查好大哦，40%以上的男性觉得自己被管钱没面子，男女对金钱的观念大不同，也造成了婚后到底谁该管钱这件事情，一直是夫妻争吵的地雷话题。今天我们就要来踩地雷踩地雷不是，我们要请来6位来宾，分成男人管钱派跟女人管钱派，来场辩论大对决，看看到底谁才是家里最适合我银根的人。好，现在第一回合就从小贺跟萝莉塔开始。好，小贺，请开始。女生管钱为什么不行？来给大家看一下。女人同理心强，很容易被骗。什么话说清楚？是我一个朋友的太太，他太太就是以前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络，然后打电话就给他说，他现在在做某某直销，你要不要来就是帮忙一下？他说你也知道了，我单亲妈妈嘛，这个要养小孩不容易，要养家，苦肉计来了，对，房贷、车贷什么，他就讲一堆贷就对了。后来说你就先买一些产品就好，帮忙这样。他说我帮你搭配，就没有问什么内容，他直接就汇了40-50万过去。40-50万吗？对，他原本说，他说你先买一组大概2-3万，他说可是我觉得你一次买1年份，这样总 total 这样还给你折扣，才40而已。谁会随便花40-50万买产品？就是我那位朋友的太太。哎，可是很多人都这样买，真的2-3万一年。他们家什么奶昔啊，什么的益生菌什么的，一整堆，然后几10万的东西这样。这么夸张？然后呢，讲到用钱，他又第2件事情，让我们在场的男性朋友听着觉得太夸张。他的一个朋友是他国小同学，
然后说就跟各个同学说，我现在要准备要在台湾再开一间餐饮，然后就跟我那个朋友太太说，我今天给你个机会，好，你只要投300就好，300，随便就要投怎么可300，能？我保证你每个月至少获利可以大概40-50，这样跟他讲。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啦？对他这样跟我那个朋友的太太这样讲，然后他连犹豫都没有，然后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同学感情这么好了，那300万其实对你来说不是就是一个小数目，你先生一个月就赚得到了。然后呢，他呢没有跟他先生讨论这笔钱，就汇过去了，把这300万就是进到这个对方的户头。天哪！300万跟300块差不多，这样就过去了。对的感觉。好，他也没去问在哪。结果后来他太太大概不到半个月吧，然后就是打电话给对方，然后对方是有接的，他说还在装潢，还在弄，过阵子几月我们约一下，都弄好了，可以来个开幕之类的这样子。结果到要联络的那一天，就是电话转接语音信箱，然后群组里面的人说，他把这些群组里面的同学的钱全部卷款带去美国，人不见，就是诈骗这。样一个300，对啊，这算是被诈骗。我觉得是你那个朋友他自己个性就是对啊，消那个摊吧。朋友是他朋友的问题吧。对，我觉得是他个案的问题耶，这跟个性有关呢。这连女人听了都觉得很荒谬。对，荒谬的。真的就这样做。像你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里面，如果是女人管钱，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弊端？会让我身上比较没钱。重点是重点是这个吧？就以前自己身上这踹个还有个3-5千，现在这300-500而已，不到。对。那男人管钱，女人就会。你说我们管钱的弱点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有同情心，所以会乱花钱。难道你们看到那些失学少女的时候，你们不会想要赞助她吗？我们已经不去那种失学少女的场所的那个地方，因为我已经退学了。那些失学少女，你要知道，她们家里也不容易啊。所以你们会因为同情就是乱花钱，都是善事啊，这些都是善事，对，都是好事。人性本善，对，重点就是人性本善。习相远，我帮助你，你帮助那些少女说我的爸爸得癌症，对，爸爸很先马上就要弟弟没有学好，爸爸妈妈又生病10万块，不帮他。好，我们就先不研究这个问题。给过。好了，罗丽塔，为什么男人不适合管钱？男人不适合管钱，因为男人通常吃米不知米价，花钱没有规划。我跟你讲，有压哦，有压哦。钱在男人的手里就是现金流失，到我们女人的手上才叫做资产规划。我们会让一样的钱花得很有价值。比如说你们男生拿到那个薪水，通常会干嘛？拿去买模型，拿去买游戏，拿去买球鞋，车子改一下，然后对，车子改一下，理由是什么？这是我的梦想。但是我们女生不一样，改了车子带你们出去拉风啊！我女儿气重坏掉，我买一箱新的不行啊？我们错了吗？情绪太快上来。没错，你要听我讲完。刚才你讲话在第3分48秒，对方才有点声音出来，大家讲不到声音。因为我们对啊，这个改车是我们全家出游嘛。对，你冷静，出游就拿吸油面纸，你先等一下。我们女生拿到薪水，那会怎么样？我们会开始规划，这笔要付房贷，这笔要付教育基金，这个要买尿布，这个要买奶粉，我们是会这样子规划的。所以男生是没有规划在花钱的。再来，你们说到你刚刚说你们男生吃米不知米价，之前就发生过。我叫我先生去买那个洗发精，然后他去买回来跟我说1罐399，我说怎么可能399？不可能。对。他就是去大卖场这样随便买嘛。我跟你讲，我买东西不一样，我会上官网看，上团购网看，再看有没有信用卡优惠，再用红利折抵。通常我买下来199还送旅行组。你那是洗碗巾吧？你那个不是洗发精吧？洗发精。你是沙拖吧？这个东西就是女生的能力，我太反应了。没错。再稍微淡一点点。我们讲到好像我们都失智了啊！你告诉你老公不会算，因为你老公可能他不吃米，是他不吃米的，可是他想吃面的。不吃米。你跟我说你老公喜欢吃面的，399的洗发精跟199差到哪里？也是你做的，对，有些成分不一样，有护法的东西。对，1分钱1分货。好，你有你的棒需要对，你先等一下。好嘛，哥，干嘛抢人家棒子？真的要出来也是小火抢你的棒子，
活力很强大，我晓得。你让他讲，我觉得他讲还不错。他有论点。那我跟他讲到这个比价的东西，大家会想说，你省这个小钱干嘛？没有，我跟你讲，不要看不起这些小钱，一笔一笔省起来，它就会是一笔大钱。那我们刚好女人就是有这种精打细算的特质，我们就是会比价，我们比价能力比特种部队还要厉害。再来，刚刚说到骗钱这件事情，哎呦。不要以为男生不会被骗钱哦，我先生就被骗过钱，而且骗的还不少。因为呢，之前那个婚前呢，我就跟他说啊，我好想要2个人一起买房子哦，但他一直跟我说不行不行，我现在没有钱，我没有钱买房子。我就想说，我又不是要买什么豪宅，我就想要有一个小小的家就好啦。后来才知道是怎么样，他呢朋友开设计生技公司，叫他投资，他投300万，再来，对，同一个群主对，同一个群主吧，300万起跳。除此之外，那个他基隆有一个老家，我们有去那里住了一阵子嘛。他那时候跟我说，哎呀，我这个装潢朋友帮我做的，他说算我便宜了，算了300万，又花300万，然后重点是我一去看。这个30万嘛，不可能300万，就是做工都是不好的，所以他整整被骗了600万，导致于没有钱跟我一起买房子。概念是不是？对，600。对，而且你看他都是因为朋友就是会说兄弟啊，我们兄弟一场啊，好兄弟一场，你投资我一点吧，然后你们就好啊，可以啊，喝一点酒之后你就投资了。男生最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女生不会，女生通常比较不会。女生如果今天有不小心被骗钱的话，都不会讲，都是放在家里，不是我们有可能都是已经有想好备案的，好不好？我们都是会有想好备案的。我跟你讲，像你刚刚说你朋友被骗钱，被骗300万那个，你自己都说了，他家很有钱，他没有关系呀。对啊，那他没有关系，所以他是有想好备案。我觉得会不会很多女生都像他这样？哦，没有，因为像我们家没有钱，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没有钱被骗啊！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借30块买饮料，我等一下就叫你还来。不是300万好实际哦。再来，我觉得男生还有一点事情是，男生呢没有在规划未来，就是你们都只看到眼前的东西，就是你们今天拿到钱，你们只会想说，哦，我现在有这么多钱，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不一样，像那个之前我就跟我先生说啊，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规划小朋友，虽然小朋友才2岁，但我觉得像是以后要念书啊，什么样的这些事情都要提早规划。对，我觉得这些都要提早规划，没错，这都是需要的，因为我真的有看，我现在已经有在买那个什么长照保险那些，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啊，未雨绸缪。对，可是先生的态度就是又没有关系，到时候再说就好了吧。但现在有钱花就好了啊，就是男生就会是这样的态度。再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听不嘴短富贵”，你们有没有富贵？没有富贵，没有，完全没有富贵，完全没有富贵，完全没有富贵。陈哥就没有加入辩论，因为他都有听老婆的话，他短富贵啦，他就没有坐在你们这边啦。你们今天就是双方这样的立场清楚一点，说自己的想法就好了。没错，尽量不要推到我们这边。不要推。安全区。可是针对第1回合，好不好？我们女王团请起立。就是投出你心目中的你认为慎重要起立，到底应该男人管钱还是女人管钱？应该男人管还是女人管？准备，小放赢，请举牌。难题内，请举牌。你想一下刚刚的内容哦。好，说就对，这是自己的感受。来，飞迅，请。毋庸置疑。没错。那我们俩别都甭举了，那我就听听你的说法好了。那认为男人管女人管，请举牌。我也是会给女人管的。你刚刚他说的，不举了。先听这个说法，来，小胖颖。大家最常看到新闻发生那个感情诈骗，都是男生可能会抖那些直播主啊，200-300万、300-400万就这样抖内出去。抖内直播主啊？对啊，真的。对啊，什么送火星啊，送榜1、榜2都是男生啊，送火箭吧。看到那个新闻吧。对，所以榜1、榜2都是男生，没有听过是女生吧？哎，可是女生被骗的也不少哎。有，对啊，感情上面什么伊拉克，我老婆是什么将军在伊拉克打仗，什么医生要来娶你，哎，我现在飞机没有油，你给我点钱，我家有一个来娶你了。你看多少新闻是这样？这些抖内真的蛮夸张的。对，送火星这是给马斯克做的。因为好吧，难听呢，你刚为什么那么为难？你看为什么为难？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诈骗，光论那个诈骗，男生女生其实都容易被骗，但是我觉得差在
他们没有好好沟通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避免的。然后以刚刚的角度来看，洛丽塔讲的比较有逻辑一点。你也快结婚了嘛？你有跟未婚妻讨论谁要管钱吗？还在讨论，但我们应该会这样双方。然后有一个共同账户，对，共同账户，这也是因为毕竟刚刚有讲到什么双薪家庭之类的。哦，他也在上班。对，他也在上班，所以就 OK。对。来，飞讯为什么你看补了一个当然是？我觉得洛丽塔讲的字字句句讲到心坎里。真的，我男朋友就是那一种，他只活在当下，不会规划未来的人。OK。对，有赚多少他就花多少。那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因为爱。爱到卡惨死。你们交往多久？9年。哇塞！你觉得今天在当着我们这个节目所有全台湾的观众，就起码有几十万人，你会跟他结婚吗？要现在就讲，不是你要看男生要不要求婚吧？我觉得如果他的金钱观念还是像洛丽塔讲的这样的话，暂时就是不会跟他结婚。不然为什么9年都还没结婚啊？暂时不会。所以刚才小贺那个粗心的女人那个例子，那个是例外，因为那个是她是嫁到有。你们女人如果碰到这样的，听到这样的听到这么一件事，你们也会很生气吧？我想。会啊，我们觉得会。对。女人真的比较细心，真的比较细心。你不是跟我讲我家里让钱源管？对。对啊。因为我对钱没概念。对啊。那你怎么？我知道我不擅长，所以我知道我的短处，所以我给他管，我也是一个。哦，对，这也是女生聪明的地方啊。因为刚才不好意思，我必须说小贺这个太薄弱了。这么好骗的300万，哇，这个人真的 ，Oh my god， 哦，对啊，好，刚第一回合我觉得小心，所以你们第2棒、第3棒小心哦。照这样看起来，你们今天如果真的想法没有他们清楚的话，你们直接输定了。来哦，只靠马里奥一个人在那边像狗吠火车是没有用的。对不起，我想厘清一下，你现在要我的是当火车还是当狗？狗。我希望你这个不废就好了。我说的废是那种浪费的废，不废，你这个只要不废就好。要不然你这个尾棒很辛苦哦。我们女生队已经领先1分喽，1-0，恭喜！来，现在第2回合，为什么女人不适合管钱？请亮牌。女人理财很保守，浪费标准超双标。哎呦，你这话放在那边这样看，很惊悚哦，其实很严重，而且应该有中哦。因为像我老婆，她喜欢种睫毛这件事情，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把这些钱投资在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事业上面。对，你可以用一个工作室，租一个空间，然后开始赚钱。可是我老婆就会想一想，就会觉得哦，可能不会成功，然后可能会觉得赚不回来，然后会太累什么，她一下就又放弃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女生在投资这一块真的没有男生那么大胆。那再说到花钱这件事情，像我最近我就买了一个3D 列印机。那3D 列印机其实，在男生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东西。我可以印小盒子、小柜子，然后可以印各种冰箱上面各种一些小物，来增加我们生活的品质。对，那他就觉得有乱花钱的疑虑这样子，真的很乱花哎。马六你在爽什么？是什么很乱花哎？不是，我觉得好。想一下嘛，我们不费你这种。3D 列印那个东西要花多少钱？我买列印机大概花2万块。哦，那还好。那做的东西要多少钱？耗材吧，耗材多少钱？耗材其实很便宜啊，耗材你列印一个东西差不多50块，100块，那还蛮便宜。 3D 列印应用在家里面很方便，很多吗？很方便，你就随便就可以列印一个手机架。对，你只要电脑里面有那个图就可以列。对啊，我还因此就是学习怎么去建模这件事情，所以可以卖对，可以卖，还可以卖。做完的东西可以卖。它的材质是纸吗？还是？它材质现在已经各种有 ABS， 有那个碳纤维可以混在，有很硬的，然后也很软的，有弹性的，可以印鞋子啊。对，可以做鞋子。对，可以啊，可以。哎，我想理解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我老婆觉得他们女生不懂，对啊，女生不懂，女生不懂，她你这个要干嘛？你这个要干嘛？女生保守理财，大胜男生冲动投资。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女生就很保守嘛，保守就是重点呐。我妈妈小时候就是都很保守，我爸爸就喜欢投资股票，就真的常常因为这样子，就真的也赔蛮多钱。可是当我有一天我要买房子的时候，我妈默默的从她的银行户头拿出一笔钱，积少成多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来个掌声一下。这时候觉得3D 列印机好像没有什么厉害了。
他们女生不懂，对啊，女生不懂，女生不懂，她你这个要干嘛？你练这个要干嘛？没错，我们真的不懂，不好意思，那个我们真的不懂。好，那我讲个比较平常的，我就去买小盒子就好啦。生活的女生，我就不懂为什么女生要买同一件衣服、同一个款式要买个5、6件，驼色，对，驼色、米白色，对，然后她买了5、6件，真正穿的也就那1、2件，其他同一款的还忘记。没有，有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很接近。我有买这一件，哦，我有买这一件。然后像我跟我老婆去日本嘛，很多东西都是我在台湾没有看过的，我就问我老婆说，哎，这个台湾没有哎，你觉得可以买吗？怎么样子？她就跟我说，买啦，买，台湾买不到，你现在大怂恿。那你也听了？我也听了。哎，老师说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你对啊，那你就花钱还是到人家手上？不是你跟你老婆说你想买，她才支持你。可他老婆如果说不让他买，他就不会买了。不是啊，因为如果我觉得你老婆当下跟你说不准买，你回来就会抱怨说，哦，老婆管超多的，难得出国都不让我买东西，而且我有跟他讲说不能买，会吗？也买不了。你如果他说不好买，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你真的他有没有叫你不要买3D 列印机？我觉得。你是买？他在逛衣服的时候想3D。那你买3D 列印机的时候，有跟他讨论吗？过程，我就是稍微因为你知道家里需要，对。但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女生没办法想那么远的事情。你老婆有没有从你买的3D 列印这件事情，3D 列印机，然后得到快乐？有，前几个月我老婆生日，然后我就特别用3D 列印机蛋糕，弄个蛋糕，列印了我。可以吃吗？不能吃，还没那么高科技，会中毒啊。未来我就列印了我跟我老婆的头像，我画了一个Q 版的我跟我老婆的头，然后3D，然后把它印出来，公仔，然后用个钥匙圈送给她之后，老婆很开心。所以她的双标就是，因为像我觉得我们男生，我们花钱也不是说没有在想哦，但我们想的绝对都是女生她们想不到的。女生也认为她想的是你想不到的。对啊。对啊，我们买的想不到，你也想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么多一样颜色的衣服啊？所以为什么你也想不到啊？就是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女孩子，就是她会选的类型一样，例如横条的衣服，你这个也一件，这个也一件。我说这差点说这件多一条又怎么了？哎，等一下，马哥，刚刚你才在那个开录前才在说，我最近买了2件裤子，好好看，他们2个长得一样，但是我买2件。一件黑色，一件灰色。一件黑色，一件灰色。买2件一样的裤子啊。不，他说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一件黑色，同款啊。也是同款，不一样颜色。对啊，每次包色而已啊。我第一次看到马哥这种表情哎，快抓包，对，好委屈。好，换边罚球。来，讲完了哦。好，来男生为什么不适合管钱？我觉得女生的花钱，女生很容易被小东西吸引，没错。可是女生花的都是小钱，男生一花就是大手大脚的。然后你们都会有那种自己的那种梦想，觉得说什么哦，我这个3D 列印机可以怎样怎样。然后结果你刚刚说我印这些小吊饰出来给我老婆，她很高兴。我就想问，这些小吊饰你可以印几次，她可以高兴几次？但那个就是一时爽，所以就是切合到我的那个一时爽。他老婆也都很爽啊。对啊，我跟你100只啊。男生真的是会因为爱面子或一时爽，然后就是为了。脸面浪费钱，或者是我觉得脸面跟刚刚的就是真的一时，对，就是那种一时的爽，然后会去花钱。那我要讲的就是，我某个朋友的老公，前一阵子就是男生花了3万多块去买一个充气帐篷。哦，搭帐篷以往大家是会觉得说，就是印象中要很辛苦，要什么搭钉对什么的，就是你只要充气，它就会自己这样砰，然后就会冲起来。会被风吹走？要固定。不会，因为它好像还是需要压下重量这样。但是我就亲眼在现场看到那个帐篷这样搭起来之后，旁边一些男生就是家庭里面那些爸爸，就真的在那边这样，哇，好威啊，这样子，真的这样子，对，男生就真的觉得花这个钱就很值得这样。对，就觉得很帅。可是其他妈妈就会，当然也一时觉得说，哦，哎，你们这帐篷很厉害哦。可是老实讲，真的有必要花那个3万块去买那个帐篷吗？因为其实使用率高不高嘛？对。其实大家自己想一想，1年当中你会出去露营几次？对。而且其实现在帐篷是可以租的，还有很多露营区是它是帮你搭建好的。而且其实搭帐篷这件事情，就重点就在过程。就是你不是就过程就亲子那边，然后亲子在那边互相对一起训练什么的，然后一起分工合作。
结果男生就因为一时爽，把这些就是过程对就搞砸了，因为想被家哇这样子。男生真的会因为那种就是哇，哎，你帐篷去哪里买？多少钱？什么？男生真的会因为这种掌声，然后就去花这个钱，很无聊。对，而且女生会去想说，后来就是那个3万块帐篷拿回家，我要找一个什么地方放它，然后你就变成这个房子买来就有很多空间，一直在堆杂物，堆这些有没有用不到的东西。对，除了帐篷之外，露营不是只需要帐篷，它还有其他的配备。很多男生这些对，男生最爱比配备，要全套。对，桌子要有啊，露营怎么没有桌子？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好的什么充气床，然后什么什么的，还有电风扇，还会有灯光，那这些买起来哦，真的很恐怖。可是女生就会想说，哎，这些钱如果我是用在小朋友身上，如果小朋友是可以去学才艺，或小朋友今天说妈妈，我今天就看到同学真的很会弹钢琴，我也想弹钢琴，这时候拿不出钱来，是不是妈妈心会觉得说我觉得我那个3万块可以上很多堂钢琴课？哎，对啊，这个是一个小孩的愿望跟投资，所以我觉得男生真的很容易那种因为一时爽或爱面子，然后就花大钱。还有刚刚讲到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投资这件事，你们说女生就是会保守，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女生就很保守嘛，保守就是重点呐。保守有多重要？你知道男生都很爱冲，很爱冒险，可是真的创业起来的，你们就知道就那几个，有多少是那种就是失败的？对，然后男生真的好容易在那边聊创业哦，我真的常听到一群爸爸在那边聊创业，哎，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开家店，哎，那个什么什么币哦，什么币的，对，然后就真的那边会异想天开。可是当我自己长大，我现在买房子。我妈妈小时候就是都很保守，我爸爸就喜欢投资股票，就真的常常因为这样子，就真的也赔蛮多钱。可是当我有一天我要买房子的时候，我妈默默的从她的银行户头拿出一笔钱来，然后那个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钱，她就这样一点点这样一直停，一直停，一直停，停到我现在长大了，我才发现哇，原来他这样子停出这么多钱来，积少成多了，几百有哦。几百个，而且我们家小时候是辛苦的哦，是我爸爸是那种曾经做过工地工人，我妈妈可以因为那种微薄的钱停到几百万，好厉害哦。然后再讲最后一个故事就好，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男生，他的爸爸很有钱，他爸爸呢离过婚，娶了第2任老婆。可是呢，我那个男生朋友，他其实对那个后母颇有微词。可是他唯一跟我讲说，其实我唯一感谢他的就是，要不是有他在，他爸爸呢不会就是他们家的钱不会这样被守下来。因为他说女生真的很会管钱，因为男生在外面请客啊干嘛的，真的就那些钱就是很容易就这样花掉哎。所以我就觉得女生有时候保守是不是很必要？我们真的就是在后面拉你们一把的那个人呢，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请来个掌声一下。这时候觉得3天练习好像没有什么厉害了，对啊。老公管钱没保障，人气爆料说溜嘴。我朋友的老公就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老公他要支持他的朋友买了一堆的保健食品，然后也是为了要挺他的朋友。拜托，我超好的女人，对啊，你中药好女人哎，这我给你的补品露，你买的养品，不小心讲出来了。中药房的女人，其实你也是不擅长说谎啊。女王团，请起立。有点难哦。来，两边说的都很有道理，你投给谁？飞俊，请举牌。好。奶奶奶，请举牌。小胖赢，请举牌。哦。压力。阿玉，请举牌。加下水。故意的。阿力几扣啊？回力镖。陈哥最后一棒。公平哦，要公平，要公平哦。想想刚刚的内容。我可以印鞋子哦。地练印，我可以印鞋，可以印面条，最好是可以拿去泡泡啦。这样也可以。陈哥，请举牌。陈哥的纠结很明显，就是起来，没什么好纠结的，没错。不合理吧？
吸引去了吧？我自己是觉得佑廷讲的有很多点是可以反驳的，就是第一点，他说那个老婆创业的部分，我跟你讲，老婆为什么不敢跨出去创业？因为代表你们两个够稳，就是你们两个的薪水双薪是够稳定的。那种睫毛，还有网络上虾皮卖那几十块就可以贴的跟种的睫毛一样的东西，很容易就被比下去，所以不敢冒这个险。现在那么稳定，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说衣服买那么多一样，美式衣服，因为我觉得开美式衣服的服饰店的老板有在给你买的，对，每一个衣服搭配不一样的东西，你穿出去走出去外面，就是人家根本不知道是一样的衣服，就算你有10件不同颜色，每次搭配不一样的样子走出去就是不同的衣服。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他说去日本，然后你想要买的东西问老婆，老婆就觉得可以，因为如果是以我自己啦，我帮我男朋友存钱的话，我其实会有一部分的钱是存下来要买我男朋友的快乐，就是我会为他着想。哇，比如说啦，这个月我要存5万，那多出来存出来，比如说多了那2、3万，其实我觉得我是愿意把这个钱我不花，但是我男朋友想买的东西，我愿意给他拿去买他要的东西。飞去，你这个老婆太棒了。对，结婚了。对，所以刚刚说不嫁就是还是可以嫁啦，就是这个金钱观念可能稍微再加油一点点，我们就结婚吧。来，来。首先我觉得他讲的很多东西都很有道理，但是讲那个3D 列印之类的这种东西，其实可以运用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旁边的人阻止你而导致这件事情没办法成立。就是或许他可以拿那个3D 列印去赚更多的钱，或许赚100万、200万、300万也有可能，但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没用而让他的这个希望被沉默，是一个太可惜了，对，太可惜的事情。来，小胖姨，好，我的想法完全是认同，就是依依说的那个男生爱面子这件事情，因为我朋友老公就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老公他要支持他的朋友的老婆，然后就也是买了一堆的保健食品，好像花了10几万，然后也是为了要挺他的朋友，拜托，我中药行的女儿，对啊，你中药行女人哎，这是我给你的服务，你买的养品，不小心讲出来了。其实你也是不擅长说谎啊！我是中药行，是做中药行的，他朋友也是做中药行的，都认识，不同间的。他要挺他朋友的老婆，对吧？做一个直销，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爱面子造成的酿出来的祸。对，很明显的，刚才在有些在道理的在冲突的意见相左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快乐并不对等啊。对啊。但是他刚才的出发点让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是以家庭做出发。对，这个你在意这个钱如何规划？就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因为我在听佑廷讲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一直在想，就是我们2个的共同位。他就算买那个3D 列印机，他老婆不理解，可他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很多可以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想着他们可以一起用。然后他们在生活上面会有很多快乐的，我觉得他的金钱观是我也会认同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其实觉得蛮难得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恭喜目前1比1战成平手。现在男生来了，最后一棒，我觉得。不管是谁管钱，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状况，就比如说双薪家庭或者单薪家庭，像我们家就是我在赚钱，我老婆没有在赚钱，那谁来赚钱，谁就可以有金钱的主导权，或者谁比较聪明，谁就有金钱的主导权。这看还有2个夫妻双方的价值观有没有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对，就是我觉得买这东西，所以我们家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赚钱嘛，我老婆带孩子，我在负责外面，她负责里面，但是她的所有消费，我给了她一张副卡，你可以做任何的消费，额度呢？没有额度。哇塞，有没额度的副卡，就是大概就40几万、50几万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老婆，我说真的，因为我大我老婆11岁，所以我见过的世面、做过的事情多啊。女人生了孩子之后，也可能会比较对一点，所以她对于事情的了解深度不够。她之前第一个事情，我们在结婚的开始就说买钻戒，那我一定是让老婆开心。那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戒指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平常都没有在戴戒指，对。那但是结婚一定要戴个戒指嘛。
那就他选了一个10几万的，那我说我不要，我说我能不能说去夜市买个简单的，意思一下就好，因为我没有在戴戒指的习惯嘛。他说难得结婚，你连这个都要省。我说难得结婚，因为我们是苦过来，陈哥你知道我是苦过来的，因为我以后不会用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不需要对。后来买了，总共花起来差不多快20万。最后我跟我老婆讲说，你有没有带？她说没有带。男人想要财富自由，金钱流向却不敢承认。我是不管我老公钱的，你要金钱自由你就自由，但是我老公就会告诉我说，我今天请他吃一顿饭，他前后帮助比你们帮助的失学少女还要多。可是每当我们现在到底谁帮助失学少女？买了，总共花起来差不多快20万。最后我跟我老婆讲说，你有没有带？她说没有带，因为怕刮到孩子或干嘛，所以这个钱其实是浪费的。然后拍完婚纱本来是说20组，他一开始挑到80几组，旁边就开始在煽风点火。我跟你讲，这个你这张选的路，这张没选，你没办法，你要做成一体成型。我跟你讲，做一体成型才好看。其实到最后，我们那个婚纱，我们后来选了50几张，连看都没有看。我们也是。后来他才跟我讲说，其实应该听你的，这都是一时冲动，这都是也是一时爽。再来就是他想要投资做面膜，他朋友做的不错，他说我要做，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我说我们没有那个我们口袋没那么深，没有办法做大金额的，比如说去做广告，去做行销这边。我说你要说的，我说你要在哪里卖？他说在虾皮这些。我说你能卖多少？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因为他觉得我没有给他空间。我就说那你就去投资30万，后来什么都没有。后来都有产品吧？有，就家里现在还一大堆。那他就跟我讲说，我有时候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听我？他说我就想要自己赚钱，因为他觉得他在家里可能也许收入没有收入，他会觉得没有面子。他站不住脚。我说你不要担心，因为他没有银根，没有安全感。我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所以我对他从来不手软。然后但是他呢，就是刚刚女孩子就是会省小钱，花大钱。他的脑波弱，他有时候因为他有时候收到那个路边的什么体验券，那个什么油压什么体验券，你一去体验你就上钩了，他就是被洗脑，就买10几堂课。啊，你这个课如果买了之后，你如果没有搭配这个课，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你还是要一买就是2、3万、3、4万，他没有办法接受人家一直不断的推销，所以他的脑波很弱，所以他没有办法经营，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些财务的东西。你大概什么时候讲你牌子上的事情？女人消费太冲动，理性不足，争吵刚刚就讲完了。对，就是他有时候他不知道他这个事情后面的问题。我说你有多少钱要打你面膜的广告？我们没有这个预算，所以咯收掉了，还好30万，可是买到一个经验。所以你们俩夫妻俩的金钱价值观，然后呢这个花钱上面的一些共同的气氛和逻辑，是经过花了很多钱之后建立起来的。对，就是现在建立起来了。现在建立起来，可是我说你为什么都要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像淘宝这些东西？我说你宁可一次买一个好的。可是他就喜欢那种，这个也买一点，那个也买一点。你之前有说他买那个孩子的那个发饰，就买了一大堆包色，然后听诊器有5组，家里有听诊器，小孩子听诊5组，厨房有3组厨房，小孩子的厨房，因为他很爱孩子，孩子的玩具是吧？对，光小厨房就有3个，所以占空间呢。为了这个东西其实争吵过，但是最后就是，反正最后付钱的是看谁爱比较多啦。那我先回应一下马哥刚刚，因为我觉得马哥稍微，我觉得啦，有一点偏离主题了。偏离？因为马哥刚刚讲述的故事，是因为家里是他在赚钱，所以他是掌管钱的这个人嘛。而你的个性没有办法把钱交给他管，所以才变成你掌权。没有，他在家里，我交给他管干嘛？没有啊，他在家里他也可以管钱，他也可以拿到你的薪水之后去做家里的分配跟规划啊。对，所以我刚刚讲说，谁去付这些东西，谁就掌管银根啊。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比如说是老婆在家里花着副卡的钱，她好像就是变成是很多东西不会精打细算，说我有一点抱怨，她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去买一个，比如说像马哥刚刚讲的好一点的东西，像我们会想要买一台好一点的车子或好一点的包包，然后你为什么要省这种小钱？因为我们精打细算过，因为小朋友花这些小钱他用不了太久。 OK， 不是我们不愿意花这个钱，有思考，我们是有思考过的。
像我也是讲我自己家里面的。男人管钱为什么不行？男人很爱讲义气，而且花钱是不顾后果的。像我要讲说，我也很常会省小钱花大钱。像我买一间房子2000多万，我也是看一次我就下斡旋。你有说过这件事？我老婆也是。对，马哥你也，我老婆也是买了这间房子，我不知道马哥有没有什么意见。可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去念我老婆，因为她买对了。对，马哥这个房子买下去之后，你事业是不是一波又往上爬？有马哥最近还有好多大家的帮忙，真的很多孩子也一起带那些的，然后一堆主持。自从这2年你走红以后，我觉得你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对呀，老婆有帮到我。所以我们讲的管钱不是说什么，哎，你怎么可以花那么多？不是这个，就是我来付账，我来 handle， 在所谓的整个大局规划，不是说什么我不给你。因为像我跟我老公是两边都有在赚钱，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要中立一点，就是我们赚的钱比起一般人来讲算多的，但是我们要讲一般正常人，就是像我老公，我自己觉得不好讲义气的行为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出去要请个饭。顺手要买杯饮料，其实对我们现在现场人来讲，它是小钱，但对一般正常家庭来讲，它是大钱。请一顿饭也要个几千块吧，而且我老公就会告诉我说，我今天请他吃一顿饭，他那个一顿饭不是什么热炒1-2千块，有时候可能近则快破万。对，真的。然后他前后帮助比你们帮助的失学少女还要多。可是每当我们现在到底谁帮助失学少女？可是有的时候有些真的是需要，你不对我懂投资，但是你不能每一个都这样。因为像我老公，就是他自己本身前一阵子也出了一点状况，可能工作上遇到瓶颈，我没有看到半个他请过或帮助过的人回来帮助他。等你好的时候，大家都会想靠近你，因为你有好处啊。那只有你在跟人家讲义气，人家把你当傻子。有的时候我会把老婆当作是挡箭牌，比如说陈哥说，哎，马里奥能不能借个20万？我说，哎呀妈，家里都是我老婆在管钱啊。你一定要现在讲出来吗？没有。你不是挡箭牌的问题，你亮底牌了。对，就是亮底牌了。对。因为像我是不管我老公钱的，我觉得家里该有什么开销，我们2个就一起去付家里面的开销。你要金钱自由你就自由，但是我的底线是该付的钱要付完。比方说，比如现在有小朋友，我们的怀孕的过程中啊，比如说医院啊，或者小朋友生产啊，或什么这些都是必要开销，对吗？那我就告诉他说，有这些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把钱都留好，到时候要付这些钱。那他中途就会有很多的想法，会告诉我说，哦，没办法，我这个朋友突然跟我开口，兄弟一场，怎么可以不借他钱？然后动辄就是几万块借给人家。哇塞！男女理财决胜点，意外撤出案外案。刚刚那些故事也蛮惊讶的。你的同情心出来了。我这一题人是想要投给马哥，马哥就这样好男生，除了我爸没看到第2个啦。你不是说第2个是我吗？怎么第2个是第三个，计较最后真的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前一阵子生小孩，动辄就是10万起跳。没错，如果你去好一点的诊所，我付的话就是20哦，对，好一点的诊所可能破20哦。光说生产这件事情而已，他就说。哪有这么贵？你不要听那边网络上乱讲，你朋友这边乱讲。他说你朋友都招你去那种好的、贵的地方生小孩什么的，谁会去烂的地方生小孩？当然去好的地方生小孩，他甚至还跟我台北桥下就能接生了。最后，他就是一直这样动不动朋友打来就借个几万块。结果我要生小孩的时候，他前一天跟我讲说。你那里可以还有现金吗？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朋友借钱，然后都还没有还，然后我现在他周转不灵，钱周转不灵。然后我说我也没有，那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知道吗？你没有看过剖腹产完还没有1个礼拜的孕妇，就是产妇。自己拿着去提款机领现金，然后很辛苦啊，去柜台付钱呢。因为这件事情，我更知道说，男生会为了义气而去牺牲到家庭应该负的责任，跟委屈自己的另外一半。
这件事是不行的。有家庭有孩子不能再这样，你不能再用自己单身的生活去面对家庭，怎么会影响到？这个不行，这很危机，大危机，完全不行。请女王团起立。来，很难抉择吧？这边两边，这个最后面这一棒、第3棒都讲得很好，炮火很猛哦，都讲得很好。没有，就是准备，小棒赢，请举牌。99，请举牌。飞迅再举牌。一面倒。好，我刚刚其实差点要投马里欧，我也是。然后我也是会投马哥的。对，然后我后来听到一点，就是我发现马哥在说女生就是不理性消费，他其实都是女生都是花在家里。你看他买给女儿嘛，他买那些小东西，但是他是花给女儿嘛。然后刚刚刘雨柔也说，男生花钱是借出去，但我们花的钱，剖腹产我们住好一点是对我们家的人好，对我们自己好嘛。所以我是完全被这一点说服。我觉得就算女生是冲动性消费，但是她花在这个家里，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值得的。OK，99怎么说？标的不同，对。我其实刚刚听马哥讲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地方有点偏离吗？要怎么讲？就在讲是吗？对，就是赚钱多的人在管钱，那这样跟男女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懂我意思吗？哦，对，他的基准点是赚钱多少，对。然后听到刚刚一些故事，也蛮惊讶的。你的同情心出来了。对，我也是有。最后面那个生孩子那个签字那个有点夸张，会影响到一些决定。对，来飞迅。这个我是投给总结，因为其实我这一题原是想要投给马哥的，没有错。但是一直想到洛丽塔讲的话，我跟你讲，这世界上的男生就是马哥是这样好男生，除了我爸没看到第2个啦，就是马哥第2个了。马哥真男人，对，真的好男人真的不多了，所以你不是说男生，你不是说第2个是我吗？怎么第2个是第3个，计较哎。先恭喜女生管钱过去。恭喜！夫妻间的金钱观绝对不是谁胜谁负的战场，而是一种建立彼此交心的逻辑，而不是我们在拉扯、在拔河，我们希望能够一起买房子，一起养孩子，一起实现梦想。对，太棒了。最怕的不是谁管钱，而是怕我们俩的心没有在一起。没错，这个美国知名的作家海伦·凯勒，他说，单独我们能做的很少，携手我们能做的很多。就祝福今天在场每一位，还有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位，在婚姻当中的你跟你，都能和心爱的他妥善的运用金钱，一起用这个钱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真的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女王大人，下来见 ，See you， 拜拜。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